整理收纳家里是不是听起来很头疼？空出一天时间来，决定好好将家里收拾干净，可还没过几天呢，曾经乱糟糟的角落又神奇的再次变乱，这种永远收拾不完的感觉，我真的是太懂了。所以今天的视频呢，想分享这10点懒人式的极简生活法，不用担心。这些方法呢，绝对适合那些没时间或者是不想麻烦的人，因为你不需要大费周章去买一大堆什么收纳神器，更不需要每天花几个小时去整理打扫。只要你微调一些小习惯，就能让你感受到懒人也能拥有高效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中每天都被各种琐碎的小事围绕着，都是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是足以让你家里变成乱糟糟的事情。比如回家随手扔下的外套，钥匙乱丢在桌子上，脏衣服堆成一团不拿去洗，水池里还有没洗的碗碟，冰箱里还放着已经过期需要等你处理的食物。那一次性处理方法就是要改变这种习惯，一件事要做到当下去处理，千万不要去拖延。你进门后把外套直接挂好，钥匙放回固定的地方，换下来的脏衣服立马丢进洗衣篮里，打开冰箱后扫视一下有没有需要扔掉的过期食物。这些事情说实话实践起来仅只需要你几秒钟，但却能减少后续无谓的整理和清洁。我知道很多人会想的是稍后再做，先让我休息一下再说吧。然而现实就是这种积累的小事只会让你在某天崩溃于这些生活中的小事情里。所以说在家里只要你看到要做的事情要清理的地方，就随手清理起来吧。很多人总想着拖延去处理一件事，脑子会找各种理由不去做，觉得需要一整天才能将房间和客厅区域整理干净。但你有没有想过，利用生活中的碎片化时间能有效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呢？比如趁你在煮饭的同时，就可以处理一下冰箱过期的食物，擦干净厨房台面上的油渍，将水池里的碗碟洗干净。又或者是在你等公交的同时，与其在刷短视频或者是在看购物网站，为什么不利用这点时间去清理一下手机里无用的消息，去检查下有没有遗忘掉未回复的邮件？你不是没时间去管理自己的事情，而是你根本就没有想着去这么做。这些事情实践起来有多困难呢？每天就花几分钟，几乎让你感觉不到压力，但在生活里这样的效果却是很长久的。当你看到家里东西太多，没有地方放置，你可能会觉得需要去购买市面上各种花里胡哨的收纳盒。这时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法，我家里那么乱，不是我不去收拾，而是没有合规的收纳系统。你不妨环顾一下家里已有的这些物品，进行2次利用。比如利用旧的鞋盒来收纳柜子里零碎的小物品，利用旧玻璃瓶当做笔筒，甚至我家人利用从游乐园带回来的圆柱体瓶子当做插花用的花瓶。极简生活的核心就是减少拥有不必要的物质品，也不是通过购买更多的物品来给家里制造出所谓的整洁感。适当的合理利用家里已有的东西，既能节省空间，也能避免浪费。每次你2次利用物品的时候呢，你就会惊讶于身边物品的多功能性。我相信每个人家里总有那些不知道该放哪儿的小东西，像钥匙、硬币、零钱、信封，家里到处可见的发圈、发夹等等。特别是在进门的玄关处，那个区域是最乱的。与其让这些小物品没有一个家，那我们何不专门空出一个小区域来临时存放这些无处可放的东西呢？那就给这些物品设定一个缓冲区吧。这个方法很好的收纳家里随处可见的杂物的同时，又能让你在需要的时候快速找到它。但是也一定不要让这个区域的物品越堆越多。比如我之前帮我姐姐这块区域整理出来一些没用的超市小票，她可能是想从兜里拿出来，想要对一下票据上的物品价格，但是对完之后她没有立马扔掉，而是放在一旁。时间一久，这类物品就会被压在很底下，也很容易被你遗忘掉。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何不现在就去检查一下你家里一些小角落有没有被你遗忘掉的一些小垃圾。说到打扫卫生，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现在要感谢科技，让我们的生活通过自动化，让打扫卫生这样繁琐事情上能减轻压力。像我这头长发，家里到处都是可见我的头发，我也可以手动去清理，但你要我每天去扫地、拖地，做这些事情很不现实。如果家里有一台扫地机器人，我可以每天让它自动帮我清理地板上的头发和灰尘，
层。当然了，市面上还有其他类型功能的智能家具，就是可买可不买。就拿智能垃圾桶来说，你通过手来感应开盖功能，和那种用脚来踩开盖子的普通垃圾桶有何区别呢？这种并不是给你家里减少负担，而是让你钱包无端端又花出一笔钱。所以尽量选择那些真的能给你每天生活里减少不必要清洁工作的智能家具。你知道家里最容易堆积的地方是哪里吗？那就是你家里的平面，比如桌面和厨房台面，往往是最容易让你在上面堆积很多东西的区域。如果能限制平面上所放置物品的数量，你的整个空间看起来会更加干净整洁。你的厨房台面除了每天会用到的烧水壶、调味瓶呢，也只将油、盐、糖这3种放出来以外，就不要再摆放其他物品。玄关区域的台子上呢，只留一个小托盘来装出门时会用到的钥匙、钱包、耳机就好。你可以尝试着这么去做，你就会发现一个干净的桌面能给你带来视觉上的宽敞并且很干净的效果，同时也能减少你打扫的工作，因为平面上越空也越容易清洁。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因为这件事很小，稍后再去做，就将小问题变成了大麻烦。那我们何不去用5分钟原则去完成这些事情呢？这件事情能够在5分钟内完成，那就马上去做。比如把刚用完的毛毯叠好，检查下各个房间的垃圾桶是不是需要换个新的垃圾袋，家里养了绿植的就去检查下有没有需要修剪的地方，顺便浇个水。将今天外出包里的零碎小物品拿出来，该扔的就扔，该放回柜子里面的就放回去。能在5分钟内搞定的事情都立马去做，那你家里杂乱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这也是维持整洁环境的最简单方法之一，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了。一个家最容易乱的地方往往是功能混乱的区域，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大杂烩一样。比如办公用的东西被你放在了客厅，这件物品明明不应该出现的区域就这么躺在那儿。试着为每个房间划分明确的区域，只将相关的物品放在那个区域里。我曾经在别人家里观察过，每个柜子里面呢都塞满了不相关的物品，比如床头柜的柜子里面放满了很多用不到的包装袋，这类物品应该放置在例如客厅或者是储物间的区域里，而不是看到哪个柜子有空间就直接塞进去。给你讲个我通过观察别人的真实例子，比如你想找出你新买的唇膏，当你想找某件东西的时候，你脑子就是我们的脑子啊，一定是会将和这件物品放置的相关区域联想起来，所以能想到放置的区域就是房间、洗手间或者是你的梳妆台。我观察到的事实就是那个人随手将物品扔进了电视底下的柜子里面。明确的将物品分区能让你更有条理进行收纳和分类。有没有发现当你家里越少东西时就越容易管理？少即是多这个理念非常适用于日常生活中。厨房柜子里面只保留你平时用到的1-2个水杯，卫生间里只囤2瓶备用的洗漱用品，完全没有必要买太多备用或者是不同选择的相同物品。对于一些生活用品，不管你囤不囤货，你用完之后还是能买到啊，它并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说对不对？只要物质上拥有的少，不仅能腾出相对多的空间，也能减轻你心里的负担。看到这里肯定有人说，我就是想囤多一点，让自己有多一点的选择。那万一在你使用的过程中，在你还没有消耗囤货的过程中，你发现了更好的选择，或者是你找到了更好的牌子，就是当人的心里对一个牌子或者是物品有一个偏好之后，你现在已有的囤货你就不会再去用啦，你甚至会觉得哎呀，它放在家里就是负担。囤货是可以的，但是请理性囤货好吗？很多人在进门时就会将东西随手乱放，脱下的外套、雨伞就扔在一旁，鞋子脱下来后就不管了，从外面拿回家的广告宣传纸随手放在不相关的区域里，包包也随手扔在沙发上。这里呢，你可以利用一进门就将物品整理好的方法，在玄关处设置一个挂钩，用来挂外套和包包，一个托盘专门放置你的钥匙、钱包等物品，让你在外出所用到的物品都有一个明确的放置位置，不会被你随意扔在沙发或者是地板上。我能说这绝对是个懒人必备的生活习惯，真的不需要花费你额外的精力，只是让你将物品归类到它原本的固定地方。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对你有启发，也想要着手清理家里的话，那不妨给我这条视频点赞和关注一下。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